的确拔出来了，但在做到这种事之后，却完全对他的力量置之不理，任由他们四下流散。也罢，对他来说，留在丁中的力量原本也就微不足道。说到底，他们不过是在帮我节约时间。倒也无可奈何。说到底，100年前的申讯一死，的确让我成为了另一种存在。即使在气丁中留存力量的是以术为名的超然之人，但这终归是区区人力，不值一提。而那座影坛，说是我的埋骨之地也好，说是我的遗骸也罢，对你来说，才是值得一取的伟力。利托斯特，久违了，从未想过一个死人会重现于此，是吗？不，这是迟早的事。不错，在漫长的时间以前，我们就应该明白，你我若非共死，就不得不同生。这还真够可怜。不过，在那一刻到来时，我也的确希望拥有一个更亲密的观众。利托斯特，你终究还是离开太久了。整座影坛，对我来说不是值得一取，而是已入掌中。殉死的生命从不属于你。那么，为什么你会认为一份力量真正的主人需要自己去取得这份力量呢？但愿如此。不过，如果事情的确如你所说，你又为什么非得在这种时候赶回来不可？离开此处，不是耗费了你诸多心血吗？正应其时罢了。对那座单薄的城市而言，我所留下的印记已经足够。但愿如此。我原本以为，你是为了不再见到我。你可没那么重的分量。是吗？那拥有这种分量的人，又或者敌手，究竟是谁？尽管我不认为你能如同玄河柱火般运噬影坛的一切，但任何个体都还远远配不上成为他的敌手。你倒是也有这种不那么吃鱼的时候。没错，没有任何个体配得上。但你眼前的这一方世界又如何呢？果然，说到底，你想求得一个公平，对吗？你别想知道。不久之后，你眼前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，或者说，大为不同。如同你所知道的那样，这里只有经由毁灭，才有可能从废渊中升起，然后你才能死得其所。嗨，郎秋，我们又来啦！至少这次的落地还算平稳。相信我，从天上跳下来那也不会有事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出发。我们真的有弄清楚要去哪里吗？按照之前的线索来看，那只名为多尼戈尔的狗，应该能在廊丘与欧夏之间来回穿梭吧？我们的目标是否清楚，这取决于你的判断标准。比如说，考虑到寻梦者的身体状况，
我刚才采用了较为具有效率，而非更加全面稳妥的那一种。如果各位希望我们的搜查方案更为稳妥，先给我等等，请你尽可能详细的描述自己的方案，并且表明采取这种方案的详细原因和利弊。唉，听他讲完，你就不奇怪我为什么要这么问了。那如各位所愿，首先请容我介绍具有效率的方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位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多尼戈尔，所以在线索不足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对他的行迹进行推测。不久之前，经由我的帮助，克拉丽拔出过7丁之一。当时为了让影响尽量可控，我们选择了属于利托斯特的那个。以他如今的存在形式而言，其中蕴含的些许力量确实微不足道。不过对于多尼戈尔来说，事情并非如此。根据我既往的观察，他绝不可能允许他人接触利托斯特的遗物，因此在我们前回欧夏的同时，他也赶往了那里。但这件事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吧？我们现在过去，是不是有点刻舟求剑？我理解你的顾虑，但就效率而言，这总好过漫无目的的进行追踪。那全面稳妥的那一种，又是什么样的方案？很简单，这位寻梦者需要我为你和松雀物色一处双人墓地吗？这件事不难，因为松雀小姐甚至可以自己去看风水。准备完2位的后事，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搜索廊丘和欧夏的每一处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确实不奇怪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问了，克拉丽。不愧是决议，还好松雀不在，要让他听见了，不又得呸你，然后拼命念叨什么大吉大利之类。缺什么？松雀之前不是介绍说你是一位美妇人吗？那用阿姨的辈分应该没问题吧？等等，什么叫做还好松雀不在？我们不是一起来的，他人呢？哦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果然是这一句呢。你还好吧，松雀？不过你再怎么说也是位数，这应该算小意思。瞧你说的，那当然。咱怎么说也是位数，有人背着走2步，也算不上排场太大吧。哼，不得不说，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术的含金量了。可能也是好事，毕竟我们的对手大约还是树的手下败将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终于可以出发了？无论如何，先去看看吧。你们倒是等等我呀！咱还没起身呢。别看我这样，可没有放松警惕啊。闪电就位！一滚！等等，这里似乎……寻梦者，发生什么了吗？很奇怪，之前来廊丘的时候，我们也经过了这附近，可与那时相比，数据之海对这里的侵蚀似乎要严重得多。那当然，虽说不至于乱了分寸，但支撑天地的停住，可当真是被咱们拆了一个哟。所以，如果没有影子加以平衡，
整个廊丘都会在一段时间后变成这种样子。而要是反过来，影子这种类似于全能的存在，也会在过犹不及的情况下超出控制。然也，阴阳相生，五行之道，莫不如此。过犹不及，那具体是指？推测，过犹不及具体是指事情做得太过，可能会和做得还不够一样糟糕。松雀，能麻烦你先把他身上的点读机关掉吗？我们有自己的智能翻译软件。点读机还有软件都是什么？看来你们还是需要我的帮助。不，那不重要。唉，回到之前的话题吧。目前来说，所谓过犹不及的结果，仍然只是一种推测。毕竟我们对于影子的本质还一无所知。但既然它拥有近似全能的特性，基于过去的种种案例，我们有理由使用地球的常识来预测其走向，也就是催生律者。果然，你也在担心这件事。如果地球上的律者能独自毁灭整个大洲，对世界炮来说，那种情况显然和世界末日没有区别。哦，希娜，你听得懂他们这些门道？啊，那倒没有。其实不光他们，陈学姐也好，决一也好，你也好，有一技之长的人总有几句话不太好懂。不过我也多少习惯这种让人半懂不懂的说话方式了。那就好像习惯说方言的人讲话自然会带口音一样，咱们多灌灌耳音，总归能听得越来越明白嘛。你这倒是有点能跟咱当同行的天赋。可是松雀，这反而不对劲。这附近在持续的被海侵蚀，也就是说，自克拉丽和我离开之后，直到现在，丁都没有复原。你的意思是，多尼戈尔根本没有回到过这里？不可能啊？你们这么确信？难道说因为他是狗，所以对自己的主人就特别忠诚？这可难说哦。不过他们的关系是奇怪了些。这么说吧，就算他们想对咱实话实说，咱可能也不敢信。一般而言，人们会使用孽缘来概括这种旁人无法理解的关系。事存蹊跷，这对各位的计划而言当然是一重变数。不过，它或许也会让我们的调查更有价值。只是各位多少要更留心一些。风景不错。哎，要出发吗？是在数据之海里见过的那些。果然两种侵蚀都很麻烦。生老病死有哪个不麻烦吗？这话倒是有趣。来吧，天上天下，只此一击！头伸过来，5、4、1。来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仍然很远吗？虽说要留心一些，但这里看起来也挺安全的嘛。克拉丽，你们当时是怎么把它拔出来的？一眼看上去，它倒是没什么。这究竟……许梦者，你怎么了？算是很正常的现象，虽然对各位来说目不能见，但拔出钉子时所释放的力量仍然放逸于这片区域。对受到离恶石像纠缠的人来说，他们和某种过敏源并无分别。那你倒是早说呀！喂，许梦者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？放心，你距离殉死还很遥远，除非足够长寿。否则除了那个名为绝的怪诞之物，你们应该都没有再度见证那一刻的机会。当然，确实也有人因知晓自己无法见证的事物，
反倒受尽折磨。我猜你是在问我究竟是谁。其实你听过我的声音，见过我的容貌，只可惜那并不是我。我想，离恶识相，此犬亦是其一，且最为凶恶。所以，你就是利托斯特？不，我不是，只不过对你来说，我的确是他。身为殉死之术，利托斯特早已故去，他费了一辈子的功夫，试图让自己的人生了然无痕，可却还是剩下了我。人们都说，无论什么事，他都要把和自己有干系的痕迹料理得干干净净。在过去的那个时代，就算有不少人听过他的名头，却也拿不出半点此人在世上走过一遭的证据。就连七术的其他成员，有段时间也以为他只是一段被捏造出来的都市传说。所以讽刺的是，我还在这里。你究竟是谁？对你来说，我的确是利托斯特。没什么，只是帮多尼戈尔保护一下他可怜的隐私罢了。好吧，那么，不知名的影子先生，你找我有何贵干？当一个人来到别人的坟墓，如果这样打招呼，未免有些不得体吧。不过，直率也有直率的好处。此时此刻，诅咒你的离恶石像正化身为我的模样，用我的声音将殉死之兽的命运与你连结。至于这样究竟会发生什么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无需紧张，寻梦者并无饥渴之相，而且既然眼下我和松雀都在场，这点过敏源也称不上有多么危险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再说你的身体啊！哎，你现在不难受了？难受？啊，啊，真的假的？大概也就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他竟然能和你说这么多话。不到1分钟？是啊，你刚才突然感觉不舒服，我们正要想办法，刚刚七嘴八舌了几句，你就又生龙活虎了。世上方一日，影中已千年。单说这件事倒是容易理解，只不过凡是和利托斯特沾边的东西，就很难辨得清楚明白。毕竟他与诚实的松雀和我不同，是一个一门心思欺骗世界的人。不过，无论对方意图如何，如果寻梦者和多尼戈尔之间的确存在某种连结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，找到他的藏身之处？短时间内恐怕很难。按欧夏氏的说法，如果要做到这种事，我们或许需要一台根源物质提取机。而根据之前的观察，想要在廊丘构建这种机器，我们至少需要……用这个可以吗？便携式根源物质提取器，其设计目标是让独身一人挖掘数据之海成为可能。只不过这还是试作型的 0.1 版本，萃取功能有很多缺陷，也因此整个世界上只有3台，刘英老师、陈学姐还有我，各自测试1台。不提缺陷，
它拥有的功能是什么？虽然萃取能力很差，但它还是能以比较高的成功率扫描根源物质中携带的信息，所以如果尝试用它来追踪多尼戈尔，具体的使用效果或许取决于影子和根源物质有多相似。这我倒是有些信心，虽然我没有亲自接触过你们所谓的根源物质，但据我所知，它与影子一样，都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。或许以你们的分类方式而言，影子就是一种特殊的根源物质。好了，对接完成。寒武纪534，我还以为他永远留在数据之海了。而且，寻梦者的火星设备竟然还能这样移植。第一，这不是寒武纪534，而是寒武纪535。第二，这只是对接，而谈不上移植，两边共享模拟信号而已。哦，虽然听不懂，但这种机器的视角还真了不得。当初要是能用这种法子给人看风水，哎，等完事儿了，你可一定得教教咱怎么飞这个呀。好。偶尔来一次，倒是挺有趣。来了。呀！交给我吧。跑起来了！大家要跟上啊！一鼓作气，出发！又来了吗？不对，这是……这难道是从我影子里出现的怪物？自然，毕竟你身上的离恶石像确实与多尼戈尔连接在了一起。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仅仅是留下的痕迹就足以勾起这种程度的异变。过去的多尼戈尔理应没有这么强大才对，和钉子有什么关系吗？跟上啊！总算回来了，还真不怕你们笑话，咱也称得上一句吃过见过，但还是在这地界待着舒心。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己的狗，草窝嘛，哈哈哈哈哈。说不定叫狗窝也没错。那个不停搞事的多尼戈尔好像也来了这里呢。很奇怪，到了这里我们就检测不到他留下的痕迹了。恐怕是围棋的原因吧。有道理，如果检测对象的平均浓度太高，系统的阈值也会被自动抬升，此前能识别的痕迹，这时可能就识别不了。而这里，影子恰好无处不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追一滴水的时候，撞进了一片池塘？这就有点难办了。要直接跳过这里，去这条街的其他出口碰碰运气吗？嗨，犯不着那么麻烦，这事儿包在咱身上，几位瞧好就成。非要说琥珀街是咱的地头，未免有些自夸，但毕竟讨了这么多年营生，人们总还是愿意行个方便。平日里街头巷尾有什么动静，不出半炷香的功夫，那都得进到咱耳朵里。真的吗？嘿，没办法，咱当初走南闯北靠的可就是广结善缘呐。
总之，咱先带几位去打听打听，要真是啥都问不出来，那再用赫利亚说的方法也不迟嘛。利托说的影子不也说了吗？寻梦者一时半会儿倒也不会有太大的事儿。不过这么说来，琥珀街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。第一次来我们丢了2人，第二次来我们丢了条狗，难不成这有什么规律？要我说，还是走吧。再这么干站着，说不定要丢了个脸了。还好他没说丢了小命。啊，你们的幽默细胞是不是都不太对劲？的确，我不由细胞构成。大家就跟我来吧，没事的。28256、28257、2829。唉，希望多尼戈尔不会弄出什么乱子。先到那边瞧瞧。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哎，秋叔，最近怎么样？身子好些了吗？哦，松雀大师，我就知道您没那么容易死。嗨，那当然。得，要不咱从头开始说。我竟然死了？嗨，还不是那个整天装神弄鬼的什么演员？哎，才一会儿不见您，就到处说您遭遇了不测，还是他亲手埋地里的。哎呀，说的那叫一个绘声绘色呀！哼，行吧，他还真会做买卖。先惹得人心惶惶，等咱回来继续为急的时候，他再说那是自己有意而为。哎呦，可不知道要被他抽去多少喽。先不管他了，秋叔，听说了吗？啊，听说？哎，看来咱来的倒还不算晚。您最近可见着过多尼戈尔？多尼戈尔？我完全没有。他老人家不是从不到琥珀街来吗？哟，今时不同往日啦，怕是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。多尼戈尔最近性情大变，非但行踪不定，而且动辄伤人呢。咱之前就是去料理这档子事儿啦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嗨，咱都亲自去了，当然都好说。只是准备带他回来的时候，一时心软，下手轻了些，又让他跑掉了。虽说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哈，但咱还是担心街坊们的安全，所以特意回来送些东西。拿好了，这是分野电影七焰铃。万一撞见多尼戈尔，只要拉下这个引雷符，就能保你平安。这松雀大师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是不是多来一个，凑成一对儿更好？这放宽心，这是咱亲自制作的，一个管够。成了，那咱再去别的地方看看，多留心啊，秋叔。不是吧，松雀，你之前怎么没用过那个什么七？笨蛋，你竟然没看出来吗？松雀，那是烟花还是信号弹？当然是前者啦，咱一向很喜欢烟火气嘛。且不说烟火气是不是这个烟火，他们就是你的耳目。嗯哼，事半功倍，不是吗？要是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事情的本末，那就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去了。啊，可别当咱有什么坏心思啊！真要换了从前，那个炮仗也得卖他个好价钱，那才叫回本呢。哦对，秋叔刚才正好提到，消息应该还有更灵通的。找着了，亲手把咱埋了的人。去的是呢。怎么啦？是不是觉得见着鬼了？哎呀，松雀大师，您原来您没事啊！这段日子可把大伙急死了。得，还这段日子呢，我这也就离开了半天还不到吧？就知道你那些恭维话听不得。不过，咱可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
是有其他正事儿。你还没听说吧？可不是咱吓唬你。这大师，您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哦，你还真护食啊！哼，好说好说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我去就回。所以，他连方法也不换一种吗？没必要在意这个吧，因地制宜也没有那么简单嘛。不过这么说来，关于树，我们之前接触到的说法，大多都暗示他们是一种超越凡人的存在，就像利托斯特那样。但迄今为止，我们所见到的这位，各位，能来帮个忙吗？哎，救命啊！发生什么了吗？我们去看看。你们怎么都这副表情？松雀，你这是帮人搬家？我看更像是杀人越货吧。哎，瞧你说的，咱做的都是本分营生呀，这都是刚才那位硬塞的，想不收都不行。所谓的卖个好价钱？哎，其实咱倒也没那个意思，只不过透了透口风，随便讲了些最近的事儿，他却偏偏以为咱是特意来给他带回了什么能发财的秘闻。哎呀，这小子千恩万谢之后，就把最近赚到的影子都一股脑的塞了过来。这说破天也就是场误会，可不是荞麦啊。所以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。啊，所谓虽然看着没什么关系，但之后都能一一回收伏笔。那倒也只是见猎欣喜，顺手而已。琥珀街里除了一个人之外，最富的就是刚才那位了，而且还偏偏一毛不拔。总要有人推一把，这些钱财才能流动起来呀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寻梦者的事儿咱可一点没耽误。有什么新线索了吗？是啊，那家伙倒也不是平白无故开始传谣，启动通路的动静实在太大，在琥珀街也惹出了点乱子来。毕竟对他们来说，这么多年过来，通路也就算打开过一次。不过还好，虽然咱不在，但街上还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，几句话就把人们劝得安分下来了。前辈，但不是树。哎，真要是就好了，那咱们就可以把多尼戈尔交给他对付喽。不过在这年间，他倒也称得上最接近树的普通人。总之咱们这就去问问吧。哎呀，松雀大师，千恩万谢，千恩万谢。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这个人，我是不是还在其他什么地方见过？松雀，你留在廊丘了？哎，说，瞧您说的，咱就是廊丘的人，还能去哪儿啊？通路引起的那些乱子，咱都听说了，麻烦啦。这样吗？我还以为你反悔了。反悔？虽说其他方面我知之甚少，但通路上一次打开时，正是为了让你重获自由。对于活了足够年头的人来说，这恐怕不算什么秘密。我原本以为，
这一次是你终于后悔自己当时为何要拒绝利托斯特的好意。嗨，哪儿能呢？是多尼戈尔搞的鬼啦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突然自己搞开了通路，还跑去了当初被咱分出去的那一厢。欧夏，是啊，还因此伤到了咱的一位朋友。叔，你最近见着过多尼戈尔吗？没有，除了过日子还要用到的那点，与影子有关的一切，我早都不关心了。但既然是他，宋雀，对此你们难道不该早有预料吗？除了利托斯特自己，没人知道他曾经选择站在我们这边，究竟是心甘情愿，还是受人所致。多尼戈尔毕竟是来自影子中的怪物，虽说你没有反悔，但他可就未必了。叔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准备从树的一部分，重新成为离恶石像？我也说不准，只是提醒你一下他的本性。但事情已经过去100年了，如果他有这种心思，真的会等到现在？或许是欠缺一个机会，或许是事情就是要想这么久才会钻牛角尖。还是那句话，宋雀，虽说我知之甚少，但关于利托斯特之死，我们从未有人知道多尼戈尔是怎么想的。可是，那是利托叔自己精心规划的。的确如此。但，宋雀，别说和他最为亲近的多尼戈尔，就连你，又或者我，认可并尊重一件事实，就真的能接受它吗？多尼戈尔，他该不会是正在想办法让利托叔活过来吧？那谁都说不好。况且，考虑到利托斯特自身的意志，我们甚至无法揣度多尼戈尔的动机。你刚才的那种猜测，也有可能大错特错。倒也是。那叔，能帮个忙吗？要是你见着了多尼戈尔，就立刻想法子通知咱，就用咱之前从你这借走的那种烟火就成。当初灯组织大名鼎鼎的研究，如今就被你当做了烟火吗？不过，它倒也很难有别的用途了。没问题。好嘞，多谢。哦，对了，我不知道你调查了多少，但依我之见，今天这些乱子可不像是因通路而起，似乎有人正在逐一拔起气钉，而且至少也已经拔了2处。我原本准备自己去看看，但现在看来，倘若真是多尼戈尔，那我这种普通人还是少靠近这些钉子为妙。难怪他没把那边的钉弄回原样，难不成他还真……好嘞，咱马上去瞧瞧。多谢啊，回头请您吃顿好的。那还是免了吧。你次次请客都在结账时不见人影，实在是……哎呀，时间紧迫，咱先走一步。说，回头见。哎呀，这下可真有点麻烦了。还以为多尼戈尔只是耐不住性子想出去玩玩，看来没这么单纯呢。刚才那位大叔好像比你还更像专业人士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虽说和树是两码事，但他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对付影子的专业人士，见多识广，比我更懂也很正常嘛。所以，你从他那里悟到了什么？刚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让我想想，这事儿要从何说起呢？对，就算咱不说，各位想必也早就知道了吧？和其他书不一样，利托斯特书已经去世100多年了，就在廊丘和欧夏分开的那天，而且算是他自己选择了独自赴死。那原本就是利托叔唯一的心愿，大家也都能理解。多多少少都能理解。但那一天，多尼戈尔的确连面都没露过，谁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，甚至都没来见利托叔最后一面。
到了第二天，他就当作根本没这回事一样，对利托书这个曾经的主人也是提都不提。也不知他是不是想去维系对方了然无痕的遗愿。在这方面，我倒觉得刚才那位大叔说的更对。认可并尊重一件事实，并不一定能真正接受吧。对哦，说不定在过了100年后，他越想越难过呢。不过如果是出于这种目的，他又为什么要盯上欧夏？会不会是刚好相反的逻辑？正因为他在欧夏见到了什么，才开始想让自己的主人重新活过来？哦，对了，决姨，你怎么看？首先，我非常建议各位在询问我时换一种更明确的发问方式。至于多尼戈尔的目的，和各位一样，我仍是一无所知。但既然的确有一个我们之外的存在正在试图拔起七丁，恐怕也只能是他了。事实上，除去已然沉睡的那几位树，能做到这一点的，除我与他之外，别无他人。那么，拔出所有的钉子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哦，倒是不算什么大事。离恶石像重现世间，曾经被树所钳制，将其如火与电一般化为工具的影子，将会重获自由。廊丘必定毁于一旦，而在溢出这里之后，他或许还能继续征服30-50个世界炮，仅此而已。针对这么危险的事物，你们的保险机制是不是太过草率了一些？嗨，你也别光听他危言耸听。说到底，树们虽然睡着了，但除了利托书之外，也都还存在于这世上，不至于放任影子搞出那种大乱子来。而且，就算定住世界的七星灭全部被拔了出来，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发生什么啊。这套系统有自己的惯性，没那么容易失去秩序。确实，所谓毁于一旦，各位还是当做一个笑话吧。唉，我还是很难欣赏你那种不合时宜的幽默感。好啦，这么一圈问下来，我们的目标倒是清楚多了。就算是多尼戈尔，拔出那些顽固的钉子也要颇费些功夫，咱们绝对赶得上他。尤其是在这当中，怕是还有一柱他绝对拔不出来的钉子呢。啊，对了，那边的瀑布，还有这些漆黑的河水，莫非也都是影子？没错，但真要掉进去的话，可比掉进水里要危险得多哟。所以那位利托斯特，他到底……这个嘛，虽然咱恨不得把利托书的事迹宣扬的人人都知道，不过既然他的遗愿就是不为人知，咱还是不多嘴多舌啦。而且真要说清楚，对有些人来说，只是身处廊丘就会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，琥珀街的许多生意可都开不下去喽。哦，好，交给我吧。跑起来了！一鼓作气，出发！开箱寻宝，多多益善，大家要跟上啊！好，就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呼呼！一群奔涌吧，星辰的铁流。奇怪，他们似乎变得比之前更难对付了。走你！有这种事？绝，咱也去搭把手。哎，绝，闪闪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天罚时刻！呀，喂，绝，你这样我可有点没面子。抱歉，我刚才在专心感受他们的影子。简单来说，
你们恐怕得再抓紧一点时间，聚集他们的力量。虽然多少存有多尼戈尔的痕迹，但追根溯源，影坛却是主流。什么？一群奔勇吧，星辰的铁流！哟，哟，好嘞，咻！哒！走你！火力出击！呀，锁定目标。到此为止。是这边吗？以结果而论，似乎和我之前那次一样，钉子还是被他拔出来了吗？没错，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快才对。或许他有什么属于自己的外挂。我这个词用的对吗？对了，不管词用的对不对，我们不也有自己的外挂吗？刚才大家猜测，这里的影子也属于一种根源物质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影子，应该能提取出比刚才多很多的信息吧？啊，确实。所以你说的外挂，就是我们的根源物质提取器？嗯哼，那只狗多少知道松雀和决议的存在，但它肯定不知道我们还有这手吧？有道理。而且有利托说的影子罩着，过敏的问题也可以暂时忽略不计。行，那我试试。试试。好像是师傅他老人家的手记呢，没想到竟然也埋进了影坛。不过这倒是省去了许多长篇大论的解释。100年前，狼丘的世界究竟如何诞生？你们现在应该有答案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的确按照这个计划去做了？是啊，不然咱们现在也没法子站在这里。难怪你说，有些人会为此惶惶不可终日。流经狼丘每一处的河流，究其源头，竟然都是一个人的殉死之血吗？倒也没那么绝对啦。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如此，但除了屈指可数的一些人以外，影坛对这里的大多数人来说，都是他们的归处。归处？是啊，毕竟从平衡大崩坏的角度上说，影坛也绝非一劳永逸。算是狼丘的传统吧。当一个人到了将死之际，他会自己步入影坛，或者让身体与影坛以某种形式相连，随后消失于无痕。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，人们在生命尽头的关于死亡的恐惧，让狼丘得以延续到了今天。确实可以这么理解。虽然实现的方式有些奇特，但不得不说，你们确实规划出了一种世界的准则。不过看样子，在欧夏，我们也见到过这位利托斯特的事迹吧？啊，当时你刚好不在场，就是我们利用一件古代遗物，以松雀为媒介，探索到琥珀街相关信息的那时候。哎，别，文物！师傅他老人家身子骨还好着呢。啊，抱歉。总之，接触过松雀之后，他就能断断续续复现出一些与狼丘相关的信息了。而这位殉死之术利托斯特的名字，也常常在那当中出现。还有这种事？你没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吧？你是指什么？毕竟时间和资源都相当有限，我也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系统，概括的了解一下文字版的信息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回避的关键词，之后你可以拜托陈学姐把它加进系统里。那我不就等于还是要告诉你浓缩精简版吗？别一脸问号了，他也是七树之一琥珀街的居民，当然也可能被那种系统复现出自己的隐私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
所谓的七丁，他们的作用其实是利托斯特以自己的死亡造就的。算是8九不离10吧。所谓的七丁，并不是像真正的钉子那样把廊丘钉在某处，而是以树的力量将整个影坛钉在廊丘之上，来抗衡大崩坏，防范海的侵蚀。至于8九不离10中还差的那一点儿，绝，有没有法子让大伙儿看得更清楚些？虽然需求很不明确，不过如你所愿。这是……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功能。他是想问你这是展示了什么内容吧？好，各位或许听说过安和四乡这个地理名词，而当中仅存的2乡廊丘与欧夏，此刻就以各位眼前的这种状态存续着。其中的结构应该相当明显，从上至下分别是如今的欧夏、诸位此刻所在的廊丘，以及试图吞没一切的海。虽然在现实空间中，世界与世界没有所谓上下左右的关系，但他们各自的处境不外如此。处境？100多年前，那7位树所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，7人合力之下，他们撕下了世界的一角，使其存在于如今的欧夏与海的交界处，也就是此刻的廊丘。以一人之死，他们将世间全数的阴影化作一片死潭，使其流经大地，阻住恶浪的冲刷。最终，他们立下7钉，稳固源于这片影坛的支流，使其不致漫溢而出，既能拱卫廊丘，又可保欧夏不受侵袭。那如果钉子被全部拔出来了呢？也很简单，一时半会儿，欧夏倒是不至于重回往日，但很快，影坛积聚至今的力量，会将廊丘轻而易举地撕裂。这，对那只狗来说，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？他和廊丘难道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倒也没那么夸张。作为影子的造物，多尼戈尔不会在这些事中承担半分坏处。如果事情不仅仅是这样呢？如果影坛的力量能盯住一个世界炮，那么拖动也可以吗？就像是这样。很遗憾，答案是完全可以。等等，克拉丽，这该不会就是之前没能弄清楚的，他特意去了一次欧夏的原因？趁着那个机会，多尼戈尔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靶点，并准备借助影坛的力量，拖动整个世界。至少，欧夏和廊丘的处境有可能因此彻底颠倒过来，让整件事不是那么的损人不利己了。所以，对于2个世界100年来各自的经历，他觉得不太公平。谁知道呢？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。不过，在我们之中，的确有人具备将钉复原的能力吧？你是说，只要我们能不断查漏补缺，多尼戈尔就始终无法达到目的，而在拉锯的过程中，我们迟早能等到抓住他的机会？听上去倒是相当单纯的体力劳动。恐怕事情并没有诸位所想的那么简单。难道……对了，我们面前的这一柱钉并不属于利托斯特吧？没错，他的钉是最初的那一柱，但我刚才看到的影子仍是属于他的那一款离厄石像。恭喜你，捕捉到了细小的线索。事实上，不单是这种连结，如果细致分析多尼戈尔这一路留下的痕迹，他似乎就已经在蕴蚀一些独属于影坛的力量。这与七树的其他人无关，仅仅来自利托斯特，或许还有根源。啊，这还真是麻烦了呀。就影子来说，利托叔和多尼戈尔原本就能看作同一个人，要想动用影坛本身的力量，可要比其他人容易多了。有其他能佐证这一点的线索吗？倒也没有，不过你们或许可以问问欧夏的那些学者，毕竟
他们都在从另一个角度观测事态的变化。联系一下陈学姐吧。我刚才也通过寻梦者身上的智能监控知悉了你们的讨论。研究所会针对这种可能性展开相关的调研工作，排查潜在的靶点。而你们也应该因地制宜，寻找在廊丘就能斩断那种联系的方法。各位倒也有法子可以尝试，不过那恐怕是一场豪赌。豪赌？没错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请诸位立刻去死，越快越好。又来了，麻烦解释清楚你的冷笑话，越快越好。这次倒不是什么玩笑，毕竟一定程度上，影坛正在逐渐成为多尼戈尔自身的一部分。他此刻的注意力一定集中在拔出七丁，让影坛摆脱束缚这件事上。那么，只要趁此机会跳入影坛，就有很大的可能找到分离两者的机会。没听出有什么豪赌的成分。跳入影坛的后果呢？诸位并非将死之人，所以不会如同廊丘传统那样，真正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。但如果多尼戈尔并没有试图将其同化，各位也不免要经受10项缠身，生不如死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多尼戈尔真的同化了影坛，跳入的行为才不算是自杀。没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利托斯特的影子无意加害诸位，事情就安全了很多。但却也必须掌握好进入其中的时机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，比起跳水，我们更像是要跳进他的肚子里？诚然，一旦他注意到了那里的异动，身处腹中的各位绝难有手段反抗。有你帮忙也不行吗？如果将我的帮助一并计算在内，诸位获胜的概率将在99%以上。啊，原来这么简单吗？不然，各位无法获得我帮助的概率本身是50%。松雀，你觉得呢？这个嘛，咱倒是很想说些什么。这种时候应该留下一个人望风，而且咱正好擅长之类的。不过，真要是像你们猜的那样，咱也不能眼看着几位外乡人去解决廊丘自己的麻烦呀。行走江湖还是要讲点义气，反正只要找好了时机，有没有另一束的助力其实也不重要，对吧，姐？的确。哎呦，不过咱还是想不通，多尼戈尔这究竟是图什么？真要把师父弄醒，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。他的师父？多尼戈尔自己的事情暂且不论，我们要怎么把握这个时机？应该不是全凭运气吧？那当然，虽说没料到现在这一波，但办法咱确实提前准备好了。别忘了，之前去琥珀街的时候，咱可不是光顾着做生意。那些炮仗，然也。其他钉子的方位咱一清二楚，但凡哪边有放烟火的动静，嘿嘿。对了，做了总比不做好，咱先去把这边的钉子重新封上。至于那烟火嘛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看着了。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冒险呢？这么快就来了？因为咱出手封钉立竿见影。哎呀，仔细想想，这是不是还一语双关呢？天上天下，只此一击。时机正好，蓄能完毕。逃不掉了！嘿，各就各位，统统消失！呀吼！还是没动静呀。要不先去下一个钉那边也瞧瞧？
希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。啊，这声音是跑起来了。那个地界，没错啦，是丁附近。错不了，快这边。随时待命。是这边吗？溜到我了。啊，是这里吗？你之前提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……那当然，归根结底还是支流保险些。咱们之前见过的影坛，要是真从那儿跳下去，就像绝说的那样，就算没被淹死，也难免沾上离恶石像里的几种。这种时候，你们至少应该留下一个人望风。我觉得寻梦者应该比较擅长。寻梦者的姐姐，你是不是把我刚才说的哪句话直接学了一遍？对啊，我故意的。虽说擒贼先擒王是我的提案，但寻梦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各位也就不用活着离开廊丘了。哇，陈学姐原来还有这么可怕的一面啊！不过陈学姐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寻梦者肯定不会有事。你这话感觉毫无说服力啊。关于这一点，虽然作为工具这样说有些自作主张，但如果各位觉得进入影坛的过程有较大的心理门槛，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新方法。啊，是什么样的新方法？快说说看吧。是一种我曾为克拉丽女士提供过的便利，按照常理非得等价交换，我才能为各位施展。但事急从权，为我提供过的。等等，那么，如各位所愿。利托斯特，你根本没必要那样做。今天过后，你会真正得偿所愿。难道说大家都没事吧？所以这和我们直接跳下来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可是为什么是琥珀界？错不了，虽说没亲自进来过，但瞧这地方，5黄2黑3碧7赤，嚯，简直凑了个齐齐整整。哎呦，不吉利成这样，也就只有除了影子什么都不剩的地方了。欧夏的信号，不行，果然联系不上了。很正常，毕竟这里不是普通的空间，和末日之矛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。看来咱也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嗨，平日里懒散惯了，但咱可从来不是徒有虚名呀。我暂且持保留意见。所以按照之前的规划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找起？看起来
这里似乎哪里都一样。的确，松雀，你或者觉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办法查到那条狗的踪迹吗？只要我们仍身处廊丘，这种要求算是轻而易举。不过动身之前，有几件事可得记好了。瞧见刚才的琥珀街了吧？100多年来，这影坛里不知道无意冒犯。这影坛里不知道住进来了多少人，影子纷繁无杂，出现什么异象都不意外。这一路上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大家千万都别搭理。就算当真感觉有人拍了你的肩头，也千万别回头。还有，得跟紧了，千万不能走到咱身边3步以外的地方去。啊，难不成这里会闹鬼？这你可真说着啦。对廊丘来说，影坛不正是一处墓地吗？或者地府？反正影子的特性和妖魔鬼怪那是真的差不多啊。今天还真是奇怪的一天呢。仔细想想，我睡了一觉，做了个梦，先后遇见了超能力者、外星人，还有异世界人。或许再来个未来人，就能大满贯了。而现在，为了追到一条狗，我们还跳进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阴间。除了没有那么多的紧张感，似乎什么要素都占全了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样。是啊，对廊丘来说，这明明称得上不折不扣的危机关头。没有紧张感，不就是因为咱们旁边的这位原住民吗？既然这是世界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，那就抓紧时间睡个午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能从他身上感受到类似的东西。啊，我吗？倒也没有吧。但真要说，廊丘毕竟算是咱自己家，哪有人在自家还要惶惶不安的道理？就算有只狗正准备把你家拆掉，这个倒是也没什么。那毕竟是多尼戈尔做出的事，要是不那么惊天动地，反倒奇怪。实在万不得已，那……算了，都是些后话。师傅也好，积蓄也罢，都不是什么能随意搬出来的东西。真要说起来，寻梦者平安无事倒是更要紧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姐还不得把咱给剥皮掏心喽？陈学姐不是什么恐怖的人了，而且，不如说有你和觉在身边，大家才一直觉得很安心吧。哈哈，那还真是多谢夸奖。所以咱们这就动身啊！之前说的几件事可千万记好啊！你怕黑？怕黑？咱笑话。也就一点。哎呀，所以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可千万得跟紧啊！哎呦，这其实才是重点吧。走。不过，这里看起来还真是荒凉啊。不是说会出现很多异象吗？这反倒是某种佐证。即使是多尼戈尔，想必也难以轻而易举地掌握影坛。就像是一只碗在试图装下整整1桶水时那样，就算感到万分可惜，他也不得不先行倾倒出桶中的大部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暂时的。只要我们距离多尼戈尔已经掌握的那一部分越近，眼前这种情况也就会越来越频繁了。来吧，咻！别，走你！到你啦，松雀奶奶！哎，这就来，吸纳婶婶！天罚时刻！这是和刚来到廊丘时所见到的那种一样，属于过去的事吗？
你应该知道我是何种存在。没错，心底深处的恐惧。除此以外，我原本就再无他物。那你也应该知道，只要我愿意，让你逃出升天也是轻而易举。没错，但我并不想让你愿意。那我倒是明白了，尽管难以置信，但你的确只是区区人身，并以此在此时此地做到了远非人身能及的未有之事。而在这一切之后，你的第一个要求……没错，请立刻将我置于死地吧，我绝不会进行任何抵抗。我能理解你的困惑，但不必违逆你的本能。请动手吧，我身为一个威胁，想必更应该被尽早铲除。威胁？你说过了，我已做到了未有之事。事实上，我原本并没有半分恐惧，你并不可能因此而生。为了见到你，我有意让自己感到了恐惧。这真是困难至极又何其无用的伎俩！依靠肆虐世间的那场灾异，我催生了与我共处一室的怪物。据说他们并无心智，唯一的本能即是撕碎目所能见的一切，危险至极，毫无意义。但用来让我一死了之，倒是相当合适。虽然如今看来，勉强为之的恐惧不过如此。你比我想象中小了太多，但仅仅只是咬破他人的咽喉，对你来说，应该并非难事。为什么？我的处境显而易见，尽管并非出于本意，但我的确曾犯下弥天之罪。为此，我心甘情愿被投入监牢，希望能够将其清偿。但我也深知，这种代价并不足够。曾经的诸般作为，只能让此刻的我以命相偿。所以，尽管来吧，顺应你的本能，顺应你存在于这世间的意义。我明白了，你的确完全不惧怕死亡，不如说，求之不得。那可就麻烦了。如果我要顺应自己的本能，杀死你，反而毫无意义。既然死亡不是你的恐惧，那么，告诉我你的名字吧，我陌生的半身，让我知道，在接下来的漫长时间里，我将会慢慢折磨的，究竟是谁？那只小狗刚出生的时候还挺可爱啊，就是语气好像有点凶。可不光是语气呢，再怎样那也是离恶石像，个顶个的危险。不过松雀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所谓术，应该就是对抗离恶石像的手段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难道刚才我们看到了利托斯特成为殉死之术的那一刻吗？倒也没错。所以他成为术的方法
难道是不怕死？从刚才的景象来看，他是因此才引起了多尼戈尔的兴趣，竟然获得了操纵影子的力量。反了吧，笨蛋！他成为树，并不是在引起多尼戈尔的兴趣之后，而是在多尼戈尔诞生之前。不然所谓有意让自己感到恐惧，比我想象中小了太多，未免过于古怪。之前虽然我也觉得逻辑非常奇怪，但仔细想想，无论危机还是被记载于欧夏历史上的那种灾害，的确都遵循着同一种原则。刚才那个男人也一样，恐惧催生影子，而影子化育百物。没错，不怕死的人，无论在哪个世界，应该都没有那么稀有。我想，他真正做到的，是在不怕死的情况下，强迫自己害怕死亡。于是，在有意无意之间，他利用了影子的规则。克拉丽，这有些自相矛盾吧？当然自相矛盾，所以树才只有这么几位呀。降服了自身的恐惧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吗？不只是消灭，还要掌控自如，这也太难了。如果只是不会害怕，那说不定我还可以竞争一下。哼，眼下要是有一位，多一位苏醒状态的树，多尼格尔搞出的乱子也就不足挂齿喽。17桩，也就只剩下17桩了。多尼格尔，你仍然执着于理解我吗？等等，这句话，这没有意义。你只是一条狗而已，遗忘的风终究会刮过一切，只留下无边的天空。有人在此间创造意义，有人在此间消解意义，而我不过是想求得平衡。倘若星辰都已陨灭，我会学着观看一个空无的天穹，并感受它全然黑暗的庄严。你想得美，利托斯特，我可没有在试着理解你。平衡，切，的确，一直以来，你不就是什么都不做吗？这反倒要问你了吧，多尼戈尔。这些年来，你的确尽心尽力，让我得以不负殉死之名，但却也任性妄为，让我在这世间的痕迹永不断绝。换言之，你在刻意使我永远无法得偿所愿。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不就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吗？折磨。那倒也没关系了，你的确不需要理解我。100万年恐怕这座桥也不能筑起，但我愿在几十年内搬运不停。我不能空空地怅望着彼岸的奇彩，度过这样长、这样久的一生。别念了，你以前怎么没这么烦？之前他嘴说那么凶，但这时候看起来他们关系不是很不错嘛。原来如此，也就是说，尽管利托斯特的殉死并不是特意用来对抗离厄石像，但在成为树之后，他仍然没有改变想法。而为了让他永远无法得偿所愿，多尼戈尔使用的方式就是利用影子的力量，帮助对方永远活下去。啊，你们研究所的那个文物里，是不是也记载着类似的事情？某个男人正在一桩桩、一件件地做着某件事，似乎是在赎罪，又似乎是在复仇。那时候我们还难以确定他的身份，但现在……是啊，这位利托斯特还真是个怪人。嗨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？利托叔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死了之，而是了然无痕。这可是件天大的麻烦事哦。记得之前你提到过，他习惯于清理掉自己留下的一切痕迹，
难道？不错，生容易，死容易，但能让力托叔费了那么大的功夫，空无可就没那么容易啦。不会吧？如果按照他的思路，那岂不是说，假如我吃了3个包子，4块蛋糕，5个，总之就是，吃完之后，我如果想抹掉一切痕迹，光是做到偷偷摸摸还不行，而是要消除随之而来的一切影响，让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发生过。没错，力托叔是怎么做的，咱也不明白，但至少要把吃掉的麦子重新种回来。这几乎相当于要发明永动机了，所以他的真正目的是像从未出生过一样死亡。哎，然也，听起来完全是一种无望的努力啊！而且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都注定毫无意义。所以咱说他们俩的关系古怪到没人会信嘛。一路走来，多尼戈尔既对力托叔言听计从，又想方设法让力托叔的孽缘分毫不减，东边少一点，西边多一点。这就是他所说的折磨吗？让对方永远不能得偿所愿？不过，凡事应该总有一个起点，在成为树之前，在他有这种离奇的想法之前，他犯下的弥天大罪又究竟是？这咱也说不上来了，恐怕也没人能说得上来，而且也和当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同样毫无关系。啊，对了，这要是按咱们一路过来的次序，接下来不会是……啊，果然啊，这难道就是……力托叔真正得偿所愿的时候，力托叔当初专门嘱咐过，那不是什么天人永隔，对他来说反倒是喜事。他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吗？既然咱今天还记得力托叔，那应该也没有吧。不过若说那件所谓的弥天大罪，的确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了。他过去常说，只要自己真能造出影坛来，当初的那件事就能一笔勾销，而且也只有这一种法子。倒是勉强能猜测到那起罪行的方向。但你应该明白，这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师父，也就是说，我那微不足道的私心，终究还是没能瞒过你的眼睛。也对，能让你无从得知的隐情，在这世上或许从未存在过吧。那么，你是来兴师问罪？你何罪之有呢，老朋友？对我们所创造的这一方天地而言，即将因你而流经全地的影坛，的确是唯一一种能将其加以稳固的手段。无论今后我们仍要面对何物，但唯有你今日一死，我们才有机会支撑到它到来的那一刻。更何况，从一开始，树即是如此。掌握某种非凡手段，立于离恶实相之上，为世人驱邪攘灾。而身为殉死之树，活下去的意志，一旦在你身上经人唤起，你也就必然失去自己的种种殊意，重新归于凡庸。倒也没什么值得惊异。难道未能列名为数，人们就不会为自己的道途所制约吗？不过你说的没错，一旦我想要活下去，反倒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倒也不必这么妄自菲薄。据实而言，
你所追求的空无，在我看来几无可能。即使在此刻，你认为自己已然扫清一切，可你即将经受的死亡，仍会撕裂许多存在的内心。拥有那样的一生，你注定不可能遭人遗忘。但今时此刻，除了道别，我亦无他想。至少对你来说，允许你去死，或许比强迫你活下来更像是关怀，也要更加亲密。我原本以为只有多尼戈尔能理解，不过我也并未忘记你那时所说的话。驱邪攘灾毕竟无法触及根本，对于你我而言，术的意义远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。你、我们之所以要存活至今，只是为了等待必将毁灭一切的某物，而后知晓那七种手段是否真能从他手中夺得一线威名。在我看来，你原本不应该容忍我死于一己之源。或许吧，你又或是我，亲手搞砸的事又何止千千万万。若能加以补救，人们当然会不计代价。然而正如你在琥珀街那场恐慌中的作为那般，我向来认为，即使在术之中，你也是唯一一个总能独辟蹊径的人。也正因如此，在你的死亡中，那些似乎是在谋取私利，亦或是对我有所算计的部分，我并不觉得他们就会止步于此。你果然发现了。是啊，正在逐渐成为影坛的，的确是你的遗骸不假。然而，它却并非无根之水。你将它的根源赋予了多尼戈尔，因此，多尼戈尔非但不会随你一同死亡，反而在廊丘几近永恒。倘若不加前置，假以时日，他甚至能将影坛从心所欲地加以运势。即便如此，又有何妨？他身为离恶石像，却没有半分气魄，更是完全不知晓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。即便假以时日，只要敌手稍有分量，他仍会被轻易击败，就此死去。但事实并非仅仅如此。我并不希望你会错意，尽管他绝不愿意承认，但或许有一天，多尼戈尔会为了帮我达成夙愿，做出一些蠢事，为此我理应加以回应。因此，你不妨将此理解为我唯一的目的，而那些关于你、关于这个世界的布置，不过是顺手而为。有趣。为了让廊丘得以存续，你必须在此时死去，造就影坛。而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那一刻，你又非得活着不可。这两者的确并不冲突，但你当真对他如此有信心吗？不如说，这就是我因你的到来而暗自喜悦之处。除却道别之外，我能因此有机会和一位人中之神展开豪赌。看着吧，如同我当初造就多尼戈尔那样，只要他拥有的时间足够充分，依照我与他对彼此的了解，
终有一天，我将作为他的恐惧，重现世间。师傅可从来没和咱说过这些事儿啊。所以，这难道是说，利托斯特在死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，有一天变成影中怪物的影中怪物？这样，他就可以既死掉又活着？你果然只有理解奇怪逻辑的时候能反应这么快啊！可是，利托斯特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难道说一直以来，他们都相互恐惧，却又始终待在对方身边？这恐怕不好说吧。害怕对方死去，能算是恐惧对方吗？可无论如何，多尼戈尔究竟是为了什么啊？如果他要释放影坛的力量，那岂不是说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利托斯特的死归于空无？这显然不是现在的重点吧？既然他原本就和影坛有那种程度的联系，你不觉得我们之前算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吗？那么要解放影坛，他也只需解除自己受到的钳制，也就是拔出钉子。以此而论，我帮助各位进入影坛的行为还是十分安全的。毕竟寻梦者的确获得了利托斯特的庇佑。不对，没时间解释了，耽误了这么多功夫，说不准。绝，快带我们出去！这边！啊，怎么突然？还记不记得咱说过，有一个多尼戈尔绝对拔不出来的钉子，那是咱师父亲手留下的重中之重。多尼戈尔肯定没有从外面拔的本事，但如果他和影坛真有那种渊源，咱们又耽搁了这么久，哎呀，坏了！还好，快追上他！大家要跟上啊！绝，咱们也赶快搭把手吧！多尼戈尔这副样子可真少见呀！一鼓作气，出发！绝，跑起来了！喂，关键时刻你不要死机啊！是，嘿，头伸过来，吧嗒，爆！火力出击，锁定目标。逃不掉了，别跑，真的。好呀，来了，随时待命，倒计时。蓄能完毕，出发吧。头伸过来，5、4、1，空中接力，
走你！一起上吧，搭档。久等了，希娜。别！天罚时刻，站那别动！哈！哦！呀！引擎，点火！喂，看这里！时机正好，别客气。速战速决，别走神了。现在，我来打扫战场。头伸过来，5、4、1！哦吼呀吼！是，比你快啊！哒！哦吼！来吧，天上天下，只此一击！呀，我来搞定。打靶时间，逃不掉。站那别动，吧嗒，爆！我去把他们轻轻敲醒。决定了，就是你。一起上吧。引擎，点火！多尼格尔，你先听咱说，把钉子全都拔出来，对你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！没好处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，对吧？绝，你也快醒醒啊！哎呦，关键时刻怎么你们一个两个都不听人说话呀？希娜，别！雷光启蒙，不疼，真的。哎，吧嗒，爆！加足马力，撞过去！时机正好，别客气。速战速决，别走神了。不对，没有利托书，托尼格尔不可能强成这个样子呀。恐怕是各位下手太重，逼到他破罐破摔了吧？绝，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现在进行解释，恐怕并不是最具效率的时机。总之，我会尽可能减缓他取用影坛力量的速度。嘿，至于其他的，也只能全凭各位了。是时候团队作战了，天地三才，别客气，听之。到此为止。现在，我来打扫战场。站那别动！引擎，点火！喂，看这里！空中接力！天罚时刻！所以，他提前使用了影坛本身的力量，星辰的铁流，把用来拖动整个世界的力量用在了我们身上。没错，好在钉还没被全部拔出，那份力量并不完整。而如前所说，我也正在尽可能减缓它的取用效率。真的。5、4、1，火力突击，倒计时，速战速决，逃不掉了。空中接力，别！雷光启蒙，站那别动！吧嗒，爆！加足马力，撞过去！
我来搞定，锁定目标，到此为止。交给我吧，头伸过来，引擎点火，时机正好，打靶时间。打不中的，现在我来打扫战场。别客气，惊喜来了。嘿呀，嘿，锁定目标，逃不掉了。呀吼！哒！走你！来吧，天上天下，只此一击！在那别动，5、4、1！喂，看这里！我来搞定。打靶时间，速战速决，倒计时。现在我来打扫战场。空中接力！头伸过来，引擎点火。决定了，就是你。天地三才，引擎听之。看招！别！天罚时刻，时机正好，你会喜欢的。到此为止。呀，在那别动。呀，哎，5、4、1！折磨再次开始了，没错吧？赫利亚抵达目标位置。终于结束了吗？奇怪，他刚刚看起来明明还有点余力的样子。你干了什么？哇，原来你还真和之前看到的一样，是一条会说话的狗呀！你才是狗！虽然原理非常简单，但在诸位争取到的空隙，你最为虚弱的那一刻，我阻断了你和影坛的联系。现在，你已经不可能从外界调用任何与影子有关的力量了。哇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没见到你，你一直在做这个吗？这倒不是，事实上，离开影坛并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在试着满足各位的要求后，由于超乎想象的损耗，我自己的意志反倒被困在了那里，令人失望，多尼戈尔。如果你没有急于挥霍影坛的力量，我也不会恰好在那时得以恢复。不过，既然多尼戈尔准备了这么久，也难怪之前通路会莫名其妙的打开。唉，总之，这下总算能和你谈谈了。你为郎秋抱不平，咱倒是能理解。但现在大家的日子其实也蛮好的呀。抱不平？什么？哦，你说的对，有人在此间创造意义，有人在此间消解意义，而我不过是想求得平衡。应该没有人觉得郎秋和欧夏过去的遭遇有任何公道可言吧？你这几句怎么像是刚刚才想起来似的？唉，多尼戈尔，看来你还真是一无所知呀。你这搞的，可是连损人不利己都称不上啊。咱是没打算说服你啦，但就算看在影坛的份上，你还是先收手吧。按照欧夏的法律，未遂犯不会被深究责任。
可笑，太可笑了！就算是这样，他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成为我的恐惧？成，咱刚才也就说着试试，既然说不通，那也只能拿出后手了。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干什么？松手！啊！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等等，刚才那声音，原来你一直以来都在压着嗓子说话吗？嘿嘿嘿嘿，好啦，虽说他现在也弄不出什么乱子来，但有口黑锅咱可不帮他背啊。黑锅？是啊，哎，你自己该不会忘了，也该真正想个法子给你驱邪攘祟了不是？就算你现在身体倍儿棒，稳妥起见，我们还是得轮流照看，不能再让你出任何意外。更何况事情弄得这么大，等其他人问起来，咱总得交出去个说法嘛。交出去？他该不会要把我……若是想切断影子渗进欧夏的源头，那你们可要在廊丘多待几天了。你还说呢？要不是你，寻梦者怎么会摊上这么多事？快，你要是能自己帮我们解了这些邪祟，姐就回欧夏给你买高级罐头。这恐怕难为他也没用啦。多尼戈尔说到底，毕竟也只是一条狗嘛。你才是狗！喂，还有你，能不能别摸我的尾巴了？快放我下来！抱歉，有点情不自禁。你们继续。总而言之，虽然千不该万不该，为了让一切能复归原状，我们真得试着去叫醒一位数了。弄不好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没错，虽然费了不少功夫，归根结底也只是没让事情更糟。那倒确实。不过有这么多人保驾护航，把这当成你的拓展作业，或许能得到一个相当高的分数，说不定还能直接发论文。突然觉得上学还真是件可怕的事情。对科学考察来说，这倒也算是一种有趣的试探。不过，还真分不清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对吧，克拉丽？从我们刚刚接触过的那位来看，树所遵循的准则，似乎让他们变得不是很好打交道啊。所以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要不先问问决议？很简单，在挣脱影坛的束缚时，考虑到几位在面对多尼戈尔时缺乏我的帮助，我为各位规划了详尽的葬礼流程以及参与者们的用餐事项。这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？不然，尽管葬礼流程已经用不到了，但用餐事项或许时机正好。也对，你们肚子也该饿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们聊吃饭的事情之前，是不是要把那条狗先看好了？这一点各位可以放心，有我的束缚，它现在已经无法从影子中得到任何力量。此时出没在廊丘的怪物，各位固然可以轻易击败，但对多尼戈尔来说，恐怕随便哪个都有能力将它加以烹饪。我毕竟还算有始有终。算了，顾着你们的确麻烦，但就当作是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。不错，很识时务。那我们吃过饭就重新出发。
按我们回到原点的计划去找其他的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其他的树究竟是怎么样的人？也会和利托斯特一样，难以置信？你干脆直说，身上也有唯独能让你轻易理解的奇怪逻辑好了。哈哈，这个嘛，咱其实也说不好。不过，咱会好好考虑先去找谁的。毕竟，除了我之外，他们当中也有称得上相当温柔的类型哦。虚弱到这种程度，我究竟试了多久？先去找回我的枪吧。武器和人一样，